是凯，来自没有晴空的晴空镇。风扬车棚每天都有刷不完的轮子，修不完的零件。我厌恶外星殖民地运来的燃料在这布下的雾霾。我讨厌这里，但我离不开这个地方。没有钱的人一辈子都会被绑在这片地上。我们世世代代的命运似乎都已被决定好了，有可能翻身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常在傍晚的时候偷偷溜上屋顶，眺望晴空山，幻想着那里的虫鸣鸟叫，潺潺流水。斜阳在山后勾勒出它的轮廓，这是一天中它能被看得最清楚的时候。小时候妈妈说过，我们的祖先是从山的另一边，陆地的尽头过来的，那里有看不到边际的水域，叫做海。他说那时的生活是无拘无束的，那里的天空是晴朗的。后来为了躲避战火，他们才来到晴空镇。每次坐在屋顶望着晴空山发呆的时候，总会想起妈妈和那些故事。镇上已经很久没有人去过那里了，有钱的人总说山里有邪灵，我才不信呢。那天我和车棚的客人起了口角，我怎么可能在一个晚上修好轮框上宝石的刮痕呢？但穷人又怎么惹得起富人？既然余生可能都要在监牢里度过，不如就疯狂一次。当晚我直接把他的跑车开出风扬车棚，直奔晴空山。我自由了吧？晴空山里的早晨，绿意盎然，鸟语花香，金黄色阳光从枝头漫天的叶片间钻进树林。清新的空气，没有雾霾，也没有刷不完的轮子。魂牵梦萦的乐土啊，我抵达了，这里比我想象的还美。第一次见到Elisa的时候，她神情略带警惕，似乎在打量着我的来意。她看起来略18、19岁，眼神却仿佛拥有1000年的阅历。她说她是晴空山的精灵。我与过去来到这里的人不同，没有想带什么回去，只是想逃离我来自的地方。我不是掠夺者，她也不是邪灵，我们不是敌人，而且我们不止不是敌人。山里的日子就是一起散步、玩水、看星星，然后再一起散步、玩水、看星星，简单、幸福且满足。隔年夏天 ，Maris 诞生，可爱的小家伙加入我们的行列之后，又过了5个快乐的四季。有天 ，Maris 好奇我进山时撞车的残骸，我带他去看，结果意外发现晴空山里竟然有满坑满谷的燃料，跟外星进口的一模一样。眼前是取之不竭的财富啊！我可以让 Maris 受到优良的教育，甚至能带全家人去看看海是什么样子。但 Elisa 极力反对这个天马行空的主意。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我们吵完架没有和好。那几天，山里罕见的下起了雨。我带 Maris 走了，不告而别。他有机会超越我一生的成就，只要我给他那个更好的未来，即使这代价很高，
超乎意料的高。我们终于有钱了，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，对吧？后来，当马尔斯问起他的妈妈，我的手便开始疼痛、变形，每个瞬间都转换成不同形体，一下长出青蛙的蹼，一下变成枯萎的树枝，转瞬间又变成章鱼的触手，变成布满鳞片的爪子，变成鱼鳍，变成翅膀，变成竹子，变成松鼠尾巴。我被诅咒了，双手的症状不断恶化，终究超出了我的忍耐极限。晴空山和 Elysia 都奄奄一息。我找到他时，他已无力解除诅咒。自己造的孽，自己承担。他轻轻地说完这最后一句话，永别了。Maris 成年后也搬走了。我是凯，来自没有家人也没有快乐的晴空镇。